数据统计，中国拥有大小矿山约15万座，占地面积达数百万公顷。随着时间流逝，因资源枯竭被废弃的矿坑也越来越多。这些矿坑不仅占用国土面积，而且随时会发生塌陷危险，给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对此，国家开启了废弃矿坑治理工程，而且在治理期间，中国人想到了另一种巧妙办法，让它变为另一种清洁能源。在位于淮南市潘集区泥河镇地区，这里原本是一个上千人的村庄，但近年来随当地煤炭资源不断开采，整个村子逐渐沉陷成一个深坑，加上附近泥水不断灌溉，村庄竟变为一个深达10多米、面积约6000亩的湖泊。这原本是一个因采矿而形成的灾难，但经过工作人员多年改造后，世界上最大的水面漂浮光伏电站在这里诞生。这座水上太阳能电站占地面积约1400亩，总装机容量为40兆瓦，共分为16个发电单元。宽阔的水面上漂浮着成片的光伏发电板，下方由多个灰色的塑料浮箱承托，好比载人的船只。不过，浮箱下方还有上千个钢筋混凝土打造的工程桩，专门用来固定浮箱的位置。据工程人员介绍，在建造时，每一个工程桩位置都用 GPS 设计定位，然后根据整个水底平整度和太阳能板重量来确定工程桩的直径与长度。桩体之间还用了缆绳连接，最终构成了一片壮观的光伏发电方阵。这些方阵十分坚固耐用，能够抵抗8级大风，使用寿命达到25年。此外，水上太阳能电站还有另一个好处。我们以为光伏发电是天气越热，太阳能发电效率就越高。其实光伏发电的效率主要取决于光照时间长短，气温越高反而会对发电效率产生影响。而水上太阳能电站因为水面温度较低，刚好可以吸收一部分热量，反而可以提高整个发电效率。此外，位于水面的太阳能板几乎不会产生灰尘，也变相提高了整个发电效率。由于湖面环境特殊，中国建设的这座发电站主要由2个部分组成，第一是光伏系统，第二是水面辅助设备。光伏电站硬件组成部分为光伏面板、汇流箱、逆变设备、变压器、聚乙烯浮体架台等，而利用的水面则根据不同深度划分为水塘、小型湖泊、水库以及蓄水池等。当水位不高于3米时，受风力影响，水面容易产生波动，就会采用我们上面介绍的桩基固定方式。超过3米且水底比较平坦，此时的径流相对比较稳定，光伏板则直接漂浮在水面上，其余的不规则水底就要采用固定打桩以及固定支架，最终保证整个水上太阳能电站正常运转。此外，蓄水池可以起到控制水流作用，若雨水较多，工作人员会对湖泊进行泄洪，干旱时则往上抽水，始终将水位保持在固定位置。相比传统光伏电站，水上电站还有另一个难点，由于当地环境潮湿、风浪大，而且湖水具有腐蚀性，因此设备需要具备防水、抗腐化以及耐老化能力。对此，我国为其专门打造了适应水面的光伏面板，采用了可靠性更佳的双波组件。该组件可以极大抵抗湿气以及腐蚀能力。电气设备则具备 IP67 的防尘防水能力，不仅可以适应当地环境，还极大提高了设备使用寿命。传统光伏面板的寿命只有5年左右，而水上光伏面板的寿命可以达到25年。其实，水上光伏电站不仅是治理矿坑那么简单，相比传统光伏电站，它更加节约资源。水上光伏不需要建设支架，不需要挖电缆沟，极大减少了地面开挖。覆盖在水面的光伏面板也可以缓解湖水蒸发速度，有效保护水资源。在一些土地资源有限且开发难度大的地区，发展水上光伏项目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例如，国土面积狭小的日本目前就在大力开发海上光伏电站。中国是一个能源消费大国，每年的能源消耗量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而废弃的矿坑则可以通过该方式重新为人类提供源源不断的能源。
谁也不会想到，原本无比丑陋的大水坑，转眼间居然变为水电基地。目前，全国各地正在大力建设水上光伏电站，让更多被遗弃的矿坑以另一种方式重回人类面前。